后文明时代，神明擂台降临地球，各国之人以通过觉醒守护灵的方式参战，这是各国实力的比拼。胜者统治世界，败者沦为奴隶。拥有神话底蕴的西方诸国，陆续觉醒最高等级的守护灵——神明。而本有着绚烂文明的大夏，却早已神魂断层，纵有许多之力，也没能觉醒一位神明。大夏对战东瀛，第8回合，东瀛胜，请大夏选手注意，当前大夏已经连败8场，如果再败1场，大夏将会永久成为东瀛的奴隶国。太好了，没有觉醒神明的国家只配成为奴隶。我叫江燕，穿越到神明擂台降临的后文明时代，但此时的大夏只觉醒几位低级的帝王守护灵，国力岌岌可危。今天的比赛结束，明天第1场交战双方依旧是大夏对战东瀛，东瀛的出战者是始祖之神天照。所有人立刻前往英灵殿，翻阅古迹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出神像真名，唤醒神像，觉醒神明。大夏所有出土的神明石像都在这里了，只需用手按住石像，虔诚地说出神明事迹，唤出神的真名，便能觉醒神明。同学们，大夏的未来就托付在你们身上了。怪不得大夏的守护灵少之又少，大夏文化断层，古籍缺失，别说神话诸神，就是古代历史，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也完全就是陌生的存在。江燕，快来一起查资料吧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不用查资料，这个时代的人不认识诸神，但我不一样。3清4御，5老6死，尽管还有部分神明石像尚未出土，但这些也已经足够了。同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这些神明我认识。江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。没有人认识大夏众神，我们今天但凡能从这么多残缺的古籍中成功唤醒一位神明，那已经是大夏之幸了。别管江燕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继续查资料吧。从谁开始觉醒？明天第1场交战双方依旧是大夏对战东瀛，东瀛的出战者是太阳女神天照。天照区区倭国伪神，也配称始祖？今天我就让世人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始祖之神。江哥，你真要这么草率的换神啊？看好了，今天我要为大夏觉醒神明。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立先秦，率万仙征伐诸天神魔，将黑龙旗插遍9天10地，天下一统自他而始，后世奉其为祖龙。动了！石像真的动了！这怎么可能？江燕真的认识这位神明？高卧9天无忧事，胜负胜败称始皇。他就是大夏的始祖之神，大清仙庭之主，始皇嬴政。霸王项羽是帝王级守护灵，实力最为顶尖的存在，却仍被神明一招秒杀，双方的差距太大了。可哪怕是帝王级的守护灵，大夏也已所剩无几。难道明天大夏真要沦为奴隶了吗？只剩下1天的时间了，再不觉醒神明，明天擂台开启，将会是大夏覆灭的序幕。我担心的是，东瀛连这1天的时间，恐怕也未必会留给我们。
是说终极对决？终极对决，一旦申请成功，比赛无需延迟到第2天，而是当天加场，一战定输赢。输的一方，举国上下都要沦为胜方的奴隶。李老，不好了！说，东瀛向神明擂台申请与大夏的终极对决，并且已经获得了擂台允许。你说什么？终极对决将在1个小时后准时开始。面对东瀛神明天照，我们帝王级的领卷者参战必输。若不出战，时间一到，神明擂台也会自动判定为大夏输。怎么样都是输。东瀛这群杂碎，就是欺我大夏无神，没有对等的守护灵，与他们抗衡，1个小时，天要亡我大夏呀！为什么？明明大夏拥有最为璀璨的神话，却偏偏要让我们神话断层？难道大夏王国真就是天意吗？老子不甘心啊！人乃始皇嬴政，执掌上古先秦，统御9天10地，上至万物，有如神明，这是神命。难道我们大夏又醒神觉醒了？上古先秦之主，大夏的始祖之神，郑哥，你真的觉醒了一位神明？当然了，难不成这神明还能是假的？太好了，我大夏终于有神明觉醒了！大夏有神了，我们不用沦为奴隶了。可是，就算江哥觉醒神明，但大夏如今也只有一位神明。在神明擂台必然独木难支。是啊，国外神明众多，如果他们一起针对我们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大夏的神话是全世界体系最完整的，哪怕其他国家众神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了。一位神明无法对抗外国众神，我把大夏所有神明全部激活，不就行了？强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能激活始皇已经是天佑大夏了。你怎么可能认识所有神明啊？是啊，江爷，大夏记载神明的古籍全部缺失，你能觉醒一位神明已经是尽力了。就算在之后的神明擂台，始皇陛下抵挡不住国外众神，致使大夏无幸，也没人会怪你。那我今天就从始皇开始，请大夏诸神全部回归。神明果然是星神觉醒，同学，你激活了这尊神明。这是管理大夏全体灵卷者的3位首长，这里的动静竟然惊动他们了。首长，学子江燕觉醒神明嬴政。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10年了，我大夏终于又有新神了，天不亡我大夏呀！江燕同学，事情紧迫，我就不跟你客套了。就在不久前，东瀛为了彻底击溃我大夏，已向神明擂台申请了终极对决。终极对决，双方动用最强武力，一战定国运。还有半个小时，终极对决就要开始。大夏若无人出战，将不战而败。如今举国上下，只有你能抗衡东瀛的神卷者与神明天照。江燕同学，我们恳请你代表大夏出战。请代表大夏出战。能为国而战，是我辈之幸。终极对决即将开始，来不及觉醒其他神明了。也罢，既然东瀛这么迫不及待要自取灭亡，那我自当如他们所愿。欢迎回到神明擂台。今日加赛的特殊情况，想必各位也都知道了，就是东瀛申请了与大夏的终极对决。这一战，大夏输定了。看来东瀛就是吃准了稳赢大夏，才会冒险申请终极对决。双方都有同等级的守护灵才是冒险。现在大夏神明陨落，这场战斗将会是东瀛单方面的碾压。等终极对决结束，
大夏就要举国沦为奴隶了。东瀛的出战者是神眷者伊藤拓海，他觉醒的神明是始祖之神天照，而大夏的出战者是……这怎么可能？不必介绍了，介绍一个将死之人，纯粹是浪费时间。不管大夏出战的是什么蝼蚁，在我这位神眷者面前，都只有被碾碎的份儿。没错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终极对决快开始吧！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大夏人向我们下跪的样子了！哼，该死的东瀛鬼，你真以为你们能稳赢吗？当然，你们的神明已经陨落，剩下的守护灵不过是一群废物罢了，拿什么抵抗天照大神？我劝你们还是识相点儿，直接跪下当奴隶吧！哼，一群蠢货，还不知道大夏激活了始皇帝陛下，希望终极对决之后还能这么得意忘形。大夏的灵眷者怎么还不上场？不会是知道打不过我，吓破胆子不敢参战了吧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直接公布结果吧。大夏输了。很遗憾，伊藤拓海阁下，大夏的出战者并不是灵眷者，而是一位神眷者。什么？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来自大夏的神眷者姜岩，该你登场了。什么神眷者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夏不是无神吗？哪来的神眷者？什么意思？难道大夏故意隐藏了一位神明，为的就是引诱我们大东瀛主动申请终极对决？卑鄙！大夏太卑鄙了！卑鄙！我吃！裁判，大夏违规了，他们事先隐藏神明，这是对神明擂台的欺骗。我要求立刻取消大夏参战的资格，判我们东瀛获胜。伊藤拓海阁下，这位大夏的神眷者是在擂台同意终极对决之后才完成觉醒的，一切都在规则之内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，伊藤拓海阁下，你是在害怕吗？还是说你对你们东瀛最强的始祖之神天照大神没有信心？胡说八道！我怎么会怕？大夏区区一个刚觉醒的神明，也敢与我天照大神召回？听从我的召唤，降临于此吧！东瀛至高无上的神明天照大人。是天照大神，天照大神降临了！看到了吗？该死的大夏人，这才是真正的神明！天照大神曾以一人之力击败过3个同级别的天主神明。哼，区区一个新神，实力能有多强？在天照大神的始祖神力之下，你们大夏的神不过是土鸡瓦狗，最终也只会化为灰烬。真神不出，什么臭鱼烂虾都敢自称始祖了。也罢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始祖之神。恭请始皇嬴政。吾皇万岁！
如此说来，大夏的这位新神嬴政也是一位始祖之神，太精彩了！来自2个不同神话体系的始祖之神的对决，到底谁是胜者？天照大神，天照大神！始皇陛下，始皇陛下！终极对决正式开始。此战关乎大夏国运，始皇陛下一定要赢啊！只论单打独斗，我大夏神明绝不弱于外神。我相信始皇陛下一定会赢，而你们这群自大的蠢货，申请终极对决的下场就是自取灭亡。狂妄的小子，等大夏成为我们的奴隶，我会第一个杀了你。还有你，竟敢对天照大人不敬！此战过后，我会亲手将你铸成石像，永跪在天照大人神庙之前，给他赎罪忏悔。至于你们这个垃圾神明，也将在天照大人的手中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说完了。他好像根本没有把天照大神放在眼里。狂妄，太狂妄了！天照大神请降下神法，撕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夏神卷长。区区蝼蚁，不知敬畏本神，自当诛灭。至于大夏神明，吾是东方唯一始祖之神，而伪冒始祖之宵小，也配与吾抗衡。今日既是你的觉醒日，也是你的陨落时。太聒噪了，尔等伪神今日必将陨落，请始皇陛下为大夏诛此伪神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皆是王臣。朕重临世界之日，剑锋所指，尔等逆臣皆当陨落。这股力量好强，我的灵魂都在颤抖。威压，这个威压，我感觉我的骨头都要碎了。这个名为嬴政的大夏神明，怎么那么可怕？大夏这个新觉醒的神明，为什么会这么强？天照大神能挡住吗？这可是终极对决，如果输了，我们东瀛就完了。哼，在人神并存的上古时代，部分神明发现凡人死后的魂灵之力可以让其快速提升神力，受够了枯燥修炼的他们选择放弃人间战斗，让凡人自相残杀，沦为他们神力提升的养料。这个问世也就不是神明，而是魔。在神魔的操控之下，神州破碎，民不聊生。彼时在赵国当质子的嬴政，敏锐地发现人族战乱的根源。周王室衰败之后，人族战乱至今有4年，但这不是人族的内斗，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对抗。天下万物皆有自己的生存方式，绝不该沦为神魔的养料。吾乃嬴政，吾当终止这一切，为人族立命。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，也为了让神魔永不敢插手人间事，嬴政以气入道，觉醒神力。他率领人族强者逆伐神魔，众神陨落之时，也是破碎的神州，在他手中一统之时，是大秦先庭。人神之战已了，大夏神州一统。自朕而始，此后神在天上，人居人间。朕唯愿后世皆可自主，人人如龙。神魔都曾在他剑锋之下陨落，区区天照又算得了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虚张声势。天照大神是东瀛最强之神，击败过3位同级神明，绝不可能输给一个大夏新神。
赢了！狮王陛下赢了！这场终极对决，大夏赢了！太好了！我就知道，单打独斗的情况下，天照绝对不可能是始皇陛下的对手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天照大神呐，怎么可能会输给大夏的垃圾神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天照大人，请你快动用神力，杀死眼前这个伪冒始祖之名的外神！省省吧，你们这位所谓的神明天照，现在已经神力枯竭，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什么？哼，伪神终究是伪神，在真正的始祖之神面前，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天照大神，您可是我们东瀛的至高神明，是全国上下的信仰啊！你快站起来，杀了他们！我不甘心啊！这就是你的遗言了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可以去死了。等等，首相阁下，天照大人已无力再战，这场终极对决结果已出。天照大人虽然没能赢下比赛，但他毕竟是我大东瀛的信仰神明，绝不能陨落于此啊！是啊，首相大人，我们认输吧。现在认输也不至于让天照大神陨落。这场终极决斗，我东瀛国认输了。对，我也不打了，我认。你认什么？好，我明白了，你肯定认为这场终极对决应该不死不休的，对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满足你。始皇陛下，动手吧。天照大人死了！该死！该死的大夏人！我们已经要认输了，你竟然还痛下杀手，击杀我国人民，你太卑鄙无耻了！我抗议！我国选手分明已经要投降了，但是大夏的选手依然动手击杀天照大神，这是违反规则。没错，大夏神眷者违反规定，恶意击杀我方神明，希望神明擂台还给我方一个公道，将此战结果判定为大夏输。对呀，判定大夏输。真不好意思，你们的这位参赛者可没有亲自认输，所以我只好让你们的垃圾神去死。该死！该死的大夏神眷者！该死的大夏神明！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杀了你这个混蛋！哎，手下败将，还想着杀我江哥？哼，还是先想想你们自己怎么收场吧。没错，按照终极对决的规则，输掉的一方将沦为胜方的奴隶。从今天开始，东瀛的国土、资源、财富，甚至人力，都将归我大夏掌控。而这一切都是江夜为我们迎来的，是始皇陛下为我们迎来的，还是大夏的英雄？山本首相，准备好签字吧。哼，行，我绝不同意让东瀛成为大夏的奴隶。哼，怎么，山本一郎，你们是想违反神明擂台的规则不成？违反规则的下场，可是整个国家被直接抹除，比沦为奴隶要惨上几十倍。我当然不敢违反规则，但规则也规定了，终极对决的输方若不甘心沦为奴隶国，还有最后一个机会，那就是申请众神裁决。众神裁决？众神裁决，这是神明擂台给予终极对决败方的最后一道保障。若败方不愿意举国沦为奴隶，则可以向交战双方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寻求帮助。
由他们投票决定败方的命运。同意败方沦为奴隶，投赞成票；不同意则投反对票。一国一票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后文明时代，诸多小国早已在神战中灭亡，现存在至今的国家只剩下了7个，分别是拥有大夏神话的大夏、东瀛神话的东瀛、天竺神话的天竺、希腊神话的美利坚，以及北欧神话由英吉利、法兰西、德意志3个国家组成的欧联邦。这场众神裁决，除了交战双方，还剩5个国家，一共5票。这5票决定着东瀛的命运。威廉先生，各位手下，如果东瀛沦为大夏的奴隶，只是让大夏国力提升，你们得不到一点好处，我相信这是诸位不愿意看到的。但如果你们愿意投反对票，避免东瀛沦为大夏的奴隶，我可以保证，愿将东瀛一半的国土、资源和人命交给5位掌管。拜托了。啊？什么？为了不成为我们的奴隶，转而去讨好其他国家？混蛋！既然东瀛申请众神裁决，那么现在东瀛的命运将掌握在美利坚、英吉利、法兰西、德意志以及天竺5国手中，请5位守将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山本首相，你真愿意将一半国家交给我们？神明擂台见证，我敢反悔吗？好，各位，这是我大夏与东瀛之间的对决，希望你们不要插手，还请即刻终止众神裁决。虽说这是你们2国之间的较量，但既然东瀛不想成为你们的奴隶，那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。我拉姆代表天竺国，反对东瀛沦为奴隶。该死！我大夏差点就要沦为东瀛的奴隶，还好姜颜及时觉醒始皇陛下，才赢了这场国运之战。你凭什么反对？没错，这是我们押上国运赢来的，你们无权插手。国运？那是你们大夏的国运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威廉代表美利坚投反对票。众神裁决已经有2张反对票了。东瀛到底是沦为奴隶国，还是继续独立，决定权在欧联邦的3位首相手中。3位首相先生，还请投赞成票，维持终极对决的公平公正。公正公平，只有弱者才会在乎这种东西，而我们是强者。我代表德意志投反对票。英吉利反对。法兰西反对。 5票反对，众神裁决结果成立。很遗憾，大夏虽然赢得终极对决，但东瀛也不会沦为你们的奴隶国。混蛋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？你们就是在公然针对我们大夏！是又怎么样？你们大夏如今只有1位神明，就算针对你们，你们也只能受着。再敢叫嚣，我们不介意联手起来，先将你们大夏的唯一神明击杀，让你们大夏成为我们的奴隶国。是啊，大夏神明太少了，1位始皇陛下不可能对抗国外众神，就算不服这场众神裁决又能如何？我们太弱了呀！姜颜，就算你能侥幸觉醒神明，赢了这场终极对决又能怎样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。大夏只有1位神明，这就是你们联手针对的理由。是又如何？你不甘心？弱者有什么资格不甘心？没错，就因为你们太弱了，所以哪怕你赢了终极对决，
也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。弱者在强者面前，只能顺从，没有反对的资格。江燕，别说了，众神裁决的结果不可更改，我们不认也得认。希望你们都能记住今天的耻辱。李老，我这个人最受不得辱，有仇当场就要报。什么？自神明擂台降临，大夏因神明稀少，被师妹拖得处在耻辱之中。我既然来了，那就要改变这个结果。今日大夏赢得终极对决，东瀛就必须成为大夏的奴隶，这是不容置疑、不可更改的结果。谁敢反对，打到谁服为止。江哥，狂妄！大夏的神眷者一敢口出狂言，是想要与众神为敌吗？众神？西方众神在我眼中不过是土鸡瓦狗，与之为敌又当如何？既然投了反对票，那就要付出代价。就从你们天竺开始吧。啊，他想干什么？我大夏神眷者江燕在此向神明擂台申请，与天竺国展开终极对决。你说什么？你要与我们天竺国展开终极对决？我没听错吧？这个大夏神眷者要与天竺国终极对决，他疯了吧？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一天2场终极对决，怎么敢的？江哥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，这太冒险了。是啊，江燕，和东瀛的终极对决，我们已经赢了。就算没有拿到东瀛的掌控权也没关系，犯不着跟他们几个国家置气。啊！大夏神眷者，你确定要向天竺国发起终极对决吗？我确定。等等，江燕，不要冲动。终极对决有规定，已经参加过的神明不允许重复出战。我大夏如今只有始皇陛下1位胜，已经无法承担第2场终极对决了。啊，无法重复出战，还有这种规定？原来是个连规则都不懂的蠢货！你不会真以为赢了一个小小的东瀛，就有资格挑战我伟大的天竺国吧？我天竺国的神明可比东瀛的垃圾神强大100倍。不过，既然你这只蝼蚁主动找死，那么我天竺国接受终极对决。既然天竺国应战，那么我宣布……等一下，裁判先生，我大夏的神眷者只是一时冲动，此话不能作数。我申请撤销终极对决。啊，撤销？还是头一次见撤销终极对决的。我还以为大夏人多有骨气呢，没想到只是虚张声势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混蛋！很遗憾，根据神明擂台至高无上的规则，一旦挑战被接受，终极对决即刻成立，不可撤销。不可撤销了吗？怎么办啊？嬴政陛下无法重复出战，这场终极对决还能让谁来出战啊？完了，我们恐怕输定了。没事儿，能赢下东瀛已经够了。这一战就算赢不了天竺，我们也让全世界见识到了大夏神明的威力。怎么都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谁告诉你们我们输定了？我既然敢申请终极对决，自然就有必胜的把握。谁又告诉你们我大夏只有1位神明？你什么意思？嬴政陛下不能重复出战，我便再为大夏觉醒第2尊神明，甚至更多。哼，你以为神明是什么容易激活的东西吗？你想觉醒就觉醒，
敢口出狂言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觉醒。这场终极对决，我天竺国的出战神明是我国神话中至高无上的创世之神梵天大神。那么终极对决成立，大夏对决天竺，双方将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，1小时后对决正式开始。江哥，梵天可是天竺神话中的3大主神之一，是造物与创造的神明。我们大夏有同等级别的神吗？是啊，江烨，级别越高的神，激活程度肯定越难。你真的还认识第2位神明吗？江烨，你说你能为大夏觉醒第2位，甚至更多的神明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激活哪一位对战梵天？江哥，你是要激活这位神明吗？这好像是一只猴子，难道是动物修炼成神？真正的神明不都是人形态吗？这个猴子实力强吗？是啊，江哥，看这石像的排列位置，并不在神明的最前方，想来不是主神级别的。他能打得过天竺国的主神梵天吗？看来我有必要给你们科普一些知识了。在遥远的上古时代，只有大夏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文明，有人族薪火相承，也有神明诞生。而那个时候的其他国家只不过是极其蛮荒与落后的部落，连文明都没有，更别说神明。而国外如今那些所谓的神明，要么是大夏正统神明瞧不上的天神后裔，要么就是仿照大夏神明凝聚神格，但又没有学到精髓。别看这些神的名号噱头十足，但在实力方面根本就不够看。什么？这么说，国外之神根本不配与大夏神明比肩。所以嬴政陛下说，普天之下或非王土，率土之多即是王臣。在我大夏正统神明面前，国外诸神只配俯首称臣。怪不得，我就说大夏明明拥有那么多神明，为何会神话断层？原来是太久远，太古老了。也正是因为大夏正神不出，才会让国外那些偏神伪神放肆。啊，那江烨，这尊神明他到底是？女娲补天石落处，灵明石猴孕育时，大品天仙速长生，八卦炉中炼不朽。动了！大夏的第3位神明要激活了！下龙宫，闹天庭，脚踏满天神佛，自封齐天腾大圣。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，吾乃历代驰名第1哟，他便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俺老孙来也！齐天大圣，历代驰名第1呀！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我大夏又一位神明觉醒了。自从神明擂台降临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今天1天之内就接连觉醒了2位神明。太好了，有了齐天大圣，我们就不怕接下来这场与天竺国的终极对决了。居然又激活了1位神明，江烨，你太厉害了！1个小时快到了，终极对决即将开始，我们也该被神明擂台了。没想到1天之内竟会接连发生2场终极对决。此次的对决双方分别是大夏与天竺。接下来
有请天竺国的出战者神眷者库马尔，他觉醒的神明是创世之神梵天。而大夏的出战者依旧是神眷者江燕，但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，竟然觉醒了第2位神明。什么？那个该死的大夏神眷者觉醒了第2个神明？这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大夏神话断层了吗？为什么他能在1天之内接连觉醒2位神明？现在，请江燕觉醒的第2位神明齐天大圣孙悟空显露真身。齐天与天同期，好大的口气！这个齐天大圣，难不成又是一位和始皇帝同级别的神明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天竺有可能会输啊！大圣，请现身。什么？这所谓的齐天大圣，竟然是一只猴子！哈哈哈！一只猴子，这就是你们大夏的底牌？江燕，我还以为你又觉醒了什么恐怖的神，没想到竟然是只猴子。你不会指望这只猴子打败我们的创世神梵天吧？我劝你们还是别比了，现在跪下认输，当我们的奴隶国吧。希望待会儿你们的伪神被大圣击杀之后，还能这么嚣张。不自量力的大夏人，我现在就让你和这只猴子见识见识真正的神明权威。梵天大神，请降临吧！双方神明都已显化，终极对决现在开始。不自量力的大夏神眷者，今天就是你们神明的陨落之日。梵天大神，请斩杀对方神明，为我天竺赢下这场终极对决。区区凡人也配命运？吾方才想起一桩旧事，心情不佳，不愿战斗。我代表天竺国向大夏认输。什么？心情不佳，不愿战斗。我代表天竺国向大夏认输。什么？什么？梵天大神竟然认输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怎么能对大夏认输？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天竺国的神明这就认输了？该死！他们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梵天大神，您在干什么？这可是终极对决！您作为天竺至高无上的创世神，怎么能主动认输？您是想让整个天竺国沦为大夏的奴隶国吗？成为奴隶就成为奴隶，天竺国那么多人，大夏要动用多少精力奴役他们？等把大夏人都累死了，自然就不会奴役他们了。什么？行了，废话少说。师婆呢？让她滚出来！本神刚刚想起一桩旧事，我曾经有4个头颅，就是被师婆那狗东西斩掉了1个。今天我可以不认输，但我要代表大夏出战，和师婆算一算当年的账。什么？天竺的神明要代表我们大夏出战？开什么玩笑！梵天大神和湿婆大神，他们都是我们天竺国的主神，怎么会有这种恩怨？梵天大神，您与湿婆大神的恩怨可以私下解决，但这里是神明擂台，不是解决私怨的地方。裁判先生，梵天大神主动认输，并非我天竺国的意志，因此不能算数。我们申请更换一位神明参加终极对决。这种情况确实是神明擂台头一次发生，不过按照擂台规则，
在神明不愿意参战的情况下，其所属国确实有权利更换一位神明参战。你们要换成哪位神明？我们要换成天竺国的毁灭之神湿婆大神。我们要换成天竺国的毁灭之神湿婆大神。湿婆大神，我们天竺神话中的最强神明。湿婆，哼，你这狗东西终于肯露面了，你还本神逃来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看不到这里是什么场合吗？怎么可能？湿婆，你怎么会这么强？若非之后还能用得到你，本神现在就把你斩了。滚回去。是，湿婆大人。阿米尔先生，你是我们天竺最强的神剑者，请您和湿婆大神代表天竺国击杀大夏的那只猴子。如果是面对梵天那个蠢货，大夏的神明或许还不会输得那么惨，但在本神面前，他们没有任何活下来的可能。一招，只需要一招，这只该死的猴子就会被本神击杀。哼，天竺国的神明一直是各大神话体系中吹得最厉害的，但真正的实力却偏偏是最弱的。你说什么？大圣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天竺国欺我大夏无神，今日便让他们见识见识大夏神明的威力。好，交给俺老孙吧。俺老孙本来还想看着两个秃驴狗咬狗，没想到刚才那个这么不经打，没气儿没气儿。那秃驴待会儿可要使点劲儿，别给俺老孙挠痒痒。该死的猴子，敢不敬本神，找死！死的猴子，敢不敬本神，找死！这就是湿婆大神的力量，足以毁灭一切的神力。没错，连梵天大神都挡不住湿婆大神的这一击，就更别说这只猴子了。我赌他一个回合都撑不住，这场终极对决，大夏国输定了。活该！谁让他们不知死活，还敢主动申请终极对决？你们输了，可不像我们东瀛那样会有其他国家帮助。你们输了，就要彻底沦为奴隶国了。放屁！我们大夏绝不可能输，我们大夏的神明也绝不可能败。没错，擂台上见真章了。哦，这就是你的力量，太弱了。什么？湿婆这一击竟然没伤到这只猴子分毫？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只猴子也是主神级别的神明？啊！竟然比梵天那个蠢货还要强！你的回合结束了，现在轮到俺老孙了。俺老孙一棒！俺老孙一棒！什么？湿婆大神的武器竟然被一棒打碎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能连战千柱神、无与伦比的神兵力
运气呀！嘿嘿嘿嘿，再来！捡老孙2棒，竟然还能起来！你这秃驴倒是有点本领，再来！住！该死的猴子！我承认，你的神力超出了我的意料，但这场终极对决也该结束了。这是坦陀罗，是湿婆大神的坦陀罗之舞。湿婆大神又认真了，他又动用真正的神力了。在天竺国的上古时代，有数千柱神明存在，以拥有实力的强神为中心，形成群神割据、天神乱舞的混乱局面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天竺都没有出现统一神界的领袖神明，而在当时的偏远地区，住着默默无闻的一柱神明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。湿婆大神，阿修罗正在率领手下屠杀我们的部落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们吧！什么？阿修罗？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统治这个部落的首领是谁？赶紧让他滚出来受死！我们的首领是毁灭之神湿婆大人。毁灭之神？一听这个名号，就是个不入流的低等神明。但就在那天，神力在数千柱神里也能排得上前列的阿修罗，却遭到了毁灭之神湿婆的碾压。阿修罗败了。湿婆击败阿修罗的消息传了出去，其他诸神这才意识到，在神界的偏远之地，竟还藏着这么一位实力恐怖的毁灭之神。于是，实力靠前的那些神明坐不住了，都想要打败湿婆。然而，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跳舞，你们为什么非要打扰我呢？随着湿婆接连打败众神，终于引起了天竺最强神明，被数千诸神奉为众神之王的雷神因陀罗的关注。那一天，天竺神界爆发了最强神明之战。面对这位强大的众神之王，即便是湿婆，一开始已落了下风。湿婆，你能从一个偏远地区的神，一步步走到数千诸神的顶端，虽然最终还是过不了无这一关，但也已经很了不起。所有神明不知道的是，湿婆最强的能力不是战斗，而是跳舞。湿婆的舞蹈名为坦陀罗之舞，这不只是单纯的舞蹈，更是天地运行的节奏。通过旋转和跳跃，展现万物生灭的规律，同时也能发现其他生灵的弱点。这是湿婆最强神技——他心通。因陀罗，我看到了你的弱点，这一战该分出胜负了。就这样，湿婆站在了众神的端。湿婆，湿婆！孙悟空，自我登顶数千柱神顶端之后，能让我在战斗中跳出坦陀罗之舞，你是第一个把本神逼到这种程度，
你足以自傲了。不过现在，我看到了你的弱点，或者说你的执念。执念？俺老孙自出世以来，下闯地府，上闹天宫，还从未有过什么执念，是吗？你倒是说说，俺老孙有什么执念？你的执念就是释迦，或者说如来。你的执念就是释迦，或者说如来。师婆，你敢在俺老孙面前提起这个名字？师婆？孙悟空，你再看看我是谁？如来！怎么回事？大圣遇到这个佛陀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暴躁？哦，师伯说他是大圣的执念，看来在上古时期，双方曾结下文约。阿弥陀佛，你这泼猴，当年吾以万岳之力，将你镇压在五行山下500年，不曾想仍未磨灭你顽劣本性。既然如此，吾今日便彻底度化你。好强的威压，这就是创世主神的威力吗？哦，糟了！这尊佛陀曾经镇压过大圣，如今被师婆抓到这一点，故气重施，大圣能挡住吗？不会再次落败吧？好一个心魔，好一个执念！既然如此，俺老孙今日就亲手打碎这执念！给我碎！俺老孙今日就亲手打碎这执念！给我碎！师婆大师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问天竺国的至高神，怎么可能败给一只猴子？不可能！我明明看到了你的弱点，你面对自己的心魔，怎么还能爆发出这种神力？心魔，执念，你不会真以为仅凭区区一个西方外神就能镇压齐天大圣了吧？当年大圣闹天宫，连败满天神魔，神力耗尽，这才被如来钻了空子。可即便如此，如来也废了一只手掌，并且在复检之后圆寂。如今大圣的神力重回巅峰，不管是如来还是师婆，在他面前都只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小之辈。吾不干！我宣布，今日第2场终极对决，大夏对战天竺，大夏胜！赢了！又赢了！大圣击杀了师婆，我大夏的第2场终极对决赢了！太好了！没想到老子在1天之内2次亲眼见证大夏赢了终极对决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现在我说，东瀛和天竺2个全都要成为大夏的奴国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东瀛和天竺2个
全都要成为大夏的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该死！那个该死的大夏人，他竟敢这么挑衅我们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在现存的神话体系中，除了大夏，就属东瀛和天竺的神明最弱。别以为赢了2场终极对决，就有资格挑战我们的神明了。废话少说，我在问你们，是赞成还是反对？咦，太嚣张了！这个江燕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那就继续终极对决，狠狠给他一个教训。没错，我们的神明也该出场了，让这个该死的江燕知道，神明之间也是有差距的。终极对决吗？大夏已经连赢2场，势头正盛。这个时候倒也没必要冒险跟大夏展开终极对决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每一位神明的激活都需要用无数古籍彼此印证，才能知晓神明真名。大夏神话断层严重，1天之内觉醒2位神明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。我不信他们还能觉醒第3位。没错。就算他们运气好，觉醒了第3位神明，又能如何？我们的北欧神系与希腊神系是举世公认的最强神系，难道还会怕他大夏的弱神？大夏一直都是弱国，就要有的觉悟，不要试图染指不该属于你们的东西。东瀛、天竺都不会成为大夏国，东瀛、天竺都不会成为大夏的奴隶国。这么说，英吉利依旧要反对了。没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废话少说，终极对决见吧。又一场终极对决，这已经是今天第3场了，也就意味着大夏必须要觉醒第4位神明，才能有获胜的可能。江燕，你有把握吗？相信我。好，我大夏申请与英吉利展开终极对决！哈哈哈哈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本来还想着让你们多活一段时间。既然你们着急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我代表英吉利接受对决。我宣布，终极对决成立。对决双方分别是大夏与英吉利。穆勒首相，你们的出战者是哪位神明？我们英吉利的出战神明是北欧神话最强的神明之一，掌管雷霆与结束的神明雷神索尔。那么大夏的出战神明又是谁呢？江哥，穆勒那个老家伙说的没错，北欧神明确实很强，在神明擂台上面对其他神系都是胜多输少。至于雷神索尔，实力更是仅次于神王奥丁，他出手的次数虽然不多，但曾经秒杀了与湿婆同级别的神明提什奴。是啊，江燕，雷神索尔的实力可不是天照、湿婆这种神明能相提并论的。你真有把握获胜吗？你忘了我说过什么？西方众神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，上不了台面。江燕，你今天已经为大夏创造了2次奇迹，你敢申请第3场终极对决，说明你心中有数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激活谁去迎战雷神索尔？既然索尔号称掌管雷霆与结束，那我就请一位应劫而生的神。既然索尔号称掌管雷霆与结束，那我就请一位应劫而生的神。应劫而生？一粒尘可填海，一株草斩尽日月星辰，弹指间天翻地覆。一粒尘可填海，一根草斩尽日月星辰，
这是何等恐怖的伟力啊！这位神明究竟是谁啊？少年出大荒，斩尽四方敌。荒古时代，他曾征战9天10地，平定黑暗动乱，一剑劈开万古，古今未来皆在。他就是荒仙帝10号。在，我一直都在。今天的第3场终极对决即将开始，有请英吉利的出战者神卷者加图索，他觉醒的神明是雷神索尔。而大夏的出战者依旧是神卷者蒋燕，但这次他又觉醒了第3位神明荒仙帝10号。请荒仙帝现身。请荒仙帝现身。什么？荒仙帝10号？真让他又觉醒了一位神明。看这位荒仙帝的气势，完全不弱于之前的嬴政和孙悟空。这个江燕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认识那么多的大夏神明？荒仙帝嘛，有点意思。不过，在我们的北欧神明面前，你们大夏的神也终究只是低等神。索尔大人，请降临吧。索尔大人，此战不仅关乎大英国运，更要向世人展现北欧神系的强大。你一定要胜啊！第3场终极对决现在开始。来自大夏的洛神，若不是在神明擂台上，你连成为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这场对决，我只出一锤，若你能接下不死，再主动跪地认输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哼，凡人，你在笑什么？我笑你无知。你可知站在你面前的是谁？他天生至尊，出生时便被挖去至尊骨，少年时期经历7神下界，边荒之战后身中谪仙咒，依旧活了下来。镇压黑暗会，又被扎到上方之上。诡异高原的几位始祖一起出手，都杀不死他。区区一个外神，竟然妄言击杀荒仙帝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哇，我的天！被挖至尊骨，7神下界，战斗上层，这究竟是何等波澜壮阔的一生啊！这才是我们大夏的神明，于逆境中崛起，战至终章，一生不败；于逆境中崛起，战至终章，一生不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人能杀死他，那只能说明他的对手都太弱了。但在这个时代，不真奥丁不出，我索尔便是无敌之神，在我的雷电之中化为尘埃吧！结束了，没有谁能挡住索尔大人的这一锤。要不是有神力规则的束缚，连神明擂台都承受不住，那个什么荒仙帝必将灰飞烟灭。荒仙帝败了吗？不可能！大夏的神明单打独斗，绝不弱于外神。你号称是掌管雷电与劫数的神，但你的力量让我有些失望。
不可能！这是我近乎全力的一击，你怎么可能毫发无伤？这是我近乎全力的一击，你怎么可能毫发无伤？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且不说荒仙帝本就是应劫而生，万法不侵，他更是曾修炼雷帝宝术，在雷池之中沐浴，就连天道之劫都奈何不了他。你这点雷电之力又算得什么？即便是神明，也抵挡不住天劫的力量。咱大夏的荒仙帝却能沐浴天劫，这怎么可能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我不信！大夏的弱神，就算吹嘘的再厉害，也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我要你死！大人在蓄力，难道他要用出那一招了？世人只知雷神之锤威力无穷，却不知索尔大人最强的一招，曾拯救了整个阿斯加德。众神国度的阿斯加德，在高墙的围绕下，抵挡住了来自巨人之国的多次进攻。但是有一年，冰霜巨人却突然加强攻势，派出了史无前例的100位巨人大军。100个，整整100个巨人，我们能挡住吗？一定可以！为了伟大的阿斯加德，为了我们的家园，挡住他们！为了伟大的阿斯加德，为了我们的家园，挡住他们！该死的冰霜巨人！谁要攻击我们的家园？谁来救救我们呀？难道今天阿斯加德真要灭亡了吗？索尔殿下，快躲起来！巨人们已经攻进来了！而这一招，就是索尔大人的终极绝技——诸神黄昏。索尔，索尔！能迫使我使用全力，且死在我的最强神技之下，这是你这一生最大的荣耀。记住，这一招叫做诸神黄昏。记住，这一招叫做诸神黄昏。这一招的威力比石破与天照的攻击强了不止一个档次啊！荒仙帝，他能挡得住吗？啊，挡住？别做梦了！在诸神黄昏面前，一切都将化为飞灰。真是可惜呀！本来还想多看一会儿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结束了。哼，乖乖等死吧，大夏人！不可能！这可是索尔大人的最强神技，他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接下？这就是你的权利？
什么？雷神之锤？对了，什么？雷神之锤？对了！我看到了什么？雷神之锤被捏碎了！徒手捏碎神器，黄仙帝的强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这怎么可能？雷神之锤拥有吸星大地的力量，是北欧神话中至高无上的神器，它怎么可能就这么被捏碎了？不可能！我这一招诸神黄昏，曾经击杀过100个冰霜巨人。武真奥丁不出的情况下，这就是最无敌的神技。你无敌？谁再称无敌？哪个敢言不败？帝洛时代都不见有。好可怕的气势！还有帝洛时代，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？我大夏在上古年间究竟有多辉煌？自我杀上诡异高原，与那几位联手镇杀诡异始祖，彻底荡平黑暗动乱，茫茫万里岁月，再也没遇到过势均力敌的对手。本以为今日在神明擂台，我可以尽兴一战，但你的实力让我很失望。你说什么？我可以尽兴一战，但你的实力让我很失望。他竟然说索尔大人太弱了，混蛋！毫无疑问，方仙帝的一生是极其的璀璨与辉煌。尽管他出生遭劫，被族中至亲挖取至尊骨，但天生至尊怎么轻易埋没？感觉怎么样？喝饱了啊，慢点喝。你说我们今天进山打猎，又给你弄了一罐凶兽奶回来，泡完药浴再喂给你喝。药浴和兽奶锤炼了他的肉身，助他在修道初期就突破自身极限，单臂一晃便有10万斤死。自此之后，荒仙帝的一生都在挑战自身极限，后来更是开辟出另一个适合人为的修行体系，璀璨至极，万有灵一。他这一生都在战斗，而他的名字也从震动9天10地，压得所有人废休时还不请侯。高原之上终极一战，打到诸事成虚，连斩数位诡异始祖，无愧于天地之名。高原之上终极一战，打到诸事成虚，连斩数位诡异始祖，无愧于天地之名。如果你的实力仅止于此，那么今日这一战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敢小看我，小看阿斯加德的荣耀！你是掌管雷霆与劫数的神，可曾想过有朝一日，你自身也会遭劫？今日我便让你在雷霆之中应劫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铡刀！哦，这是一件神器，荒天地的神器！开！好强大的压迫，即便是索尔大人的雷神之锤，也没有这么强大的压迫感。我感觉我的灵魂快要被这股杀气撕碎了，这口铡刀太恐怖了。哇，这满天浓郁的杀气，简直是要凝成实质了！这口铡刀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神器，确实不是普通神器，因为这是斩仙铡刀。确实不是普通神器，因为这是斩仙铡刀。斩仙铡刀？这斩仙铡刀是天道意志的显化，承载着无穷无尽的杀戮之道。铡刀之下斩的是因果，
灭的是神魂。自古以来，被他铡掉的神明数不胜数。斩仙，连仙神都能斩杀。今天轮到你们北欧的神了。这不可能！索尔大人可是神明之躯，不死不灭，不管什么神器都伤不了他分毫。去！天哪，索尔大人，他救不了了！天道法则之下，以你的神力，根本撼动不了分毫。此刻，应劫吧，斩！我恐怖的杀气，索尔大人能挡住这一刀吧？我恐怖的杀气，索尔大人能挡住这一刀吗？索尔大人没事，那口该死的斩仙铡刀根本杀不死我们的神明。索尔，我就知道索尔大人是无敌的。什么斩仙铡刀，不过是虚张声势。哼，故弄玄虚，我还以为有多厉害，结果连索尔大人的一根头发都伤不到。你们大夏的神明太弱了。哼哼哼，你笑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神力正在消失？甚至连我的神格也在被剥离。什么？因为这一刀斩掉的是你所有过去，你的过去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么，你此刻的神力、神格，自然而然也会消失。什么？这口斩仙铡刀并非直接给对手的身体造成伤害，而是直接斩掉过往。将一个人的过去直接抹除吗？这股斩仙铡刀对雷神之纯运中只会动用蛮力的神器，简直强了千倍万倍。斩仙铡刀对雷神之纯运中只会动用蛮力的神器，简直强了千倍万倍。你竟然将我的过去全部斩掉了！不时再斩。这一刀斩你未来。一个不存在于过去，也没有未来的神，不过是无根之萍。第三刀斩下，你的现在也会被彻底斩掉。到时候你不仅会死，还会彻底湮灭在这片古史之中。古今未来都没有你存在的任何痕迹。纵然诸神降临，也无法追本溯源，将你复活。不，放开我！别挣扎了。遇见荒是你的命数，也是你的结束。黄献帝，结束吧。忍呢？波尔死了！忍呢？波尔死了！我宣布，今日第3场终极对决，大夏对战英吉利，大夏胜。耶！太好了，黄献帝赢了！第3场终极对决，胜方依旧是大夏，我们又赢了！索尔大人，可是我们北欧神系的主神之一，怎么会死在大夏神明手里？这下我们损失大了。而且这个该死的大夏神明还斩断了索尔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简直就是虐杀！他们是想杀人诛心啊！该死！两位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这可是终极对决呀！按照规则，索尔输了，英吉利也要成为大夏的。嘿嘿，没错，按照神明擂台的规则，英吉利作为终极对决的败方，也要成为大夏的。放屁！英吉利号称日不落帝国，征战了几万年，能给你们大夏的？你们休想！我们绝不答应！醒醒吧，
你们的神明都已经战败了，被彻底抹除，还抱着昔日的荣耀不放啊！还日不落，一群输不起吧？还抱着昔日的荣耀不放啊！还日不落，一群输不起吧？哼，没错，我们本来只想让东瀛当，是你们不识好歹，欺负我们大夏神明太少，非要横插一脚，如今沦落到做奴隶的下场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那么现在，英吉利成为大夏的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两位，我们三国一体，连神系都是共用的。一旦英吉利成为奴隶国，你们两国的实力也会被大大削弱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大夏展现出来的实力实在不容小觑。如果我们依旧投反对票，这个该死的江燕必然要对我们两国发起终极对决。他已经连胜3场，我们谁敢保证剩下的神明中能稳赢大夏神明？都怪那个该死的山本一郎！要不是为了替他出头，我们欧联邦何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？主要是谁能想到大夏竟然能接二连三的觉醒神明？这个该死的江燕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大夏竟然能接二连三的觉醒神明？这个该死的江燕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们能退一步了。神权者江燕，我们可以不再插手大夏的事，也可以赞成东瀛和天竺两国成为大夏的。什么？韩四阁下，刚才可是说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江燕，我们可以不干预大夏，但这也是有条件的。英吉利不能成为你们的独立国。第3场终极对决，结果直接作废，如何？我没听错吧？英联邦居然赞成了！他们居然有向大夏妥协的一天！那是因为他们记得了。江燕接连觉醒了3位神明，让他们见识到了我们大夏神明实力。太好了，欧北平化神明擂台的时代过去了，我们大夏终于有实力立足了。江燕阁下，你的意思呢？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谈条件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东瀛、天竺、英吉利，全都要成为大夏的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至于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，我根本不在乎，因为我刚才就说过，谁反对，我就打到谁服。我没听错吧？江哥，他竟然没答应英联邦的条件。为什么要答应？东瀛和天竺成为大夏的，本就是江燕为我们赢来的权益，凭什么他们反对了，还不用付出代价？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欧联邦还拥有10几位神明呢。江哥觉醒3位大夏神明，这恐怕已经是极限了。再打下去，恐怕……不会的，我相信江燕。既然他不愿意妥协，那他就一定还能觉醒其他神明。大夏的神眷者，你别不知好歹！江燕，我们不再干预大夏的事，是觉得没必要继续纠缠下去，而不是罢了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废话少说。这一次，我申请与法兰西展开终极对决。哈恩斯先生，大夏神眷者江燕向你们发起终极对决，你们是否应战？该死！怕什么？答应他就是了。江燕太邪门了，我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再激活一位大夏神明。我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再激活一位大夏神明。万一这一战我们也输了，那就真麻烦了。不用担心，听我的，我有一个绝对能赢大夏的办法。
什么办法？向神明擂台提出条件，双方只能派出女性神明参战。你们法兰西拥有北欧最强的女神明，女神海拉。至于大夏，他们的英灵殿中，可是连一座女神像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一旦神明擂台答应这个条件，而大夏又不能觉醒女性神明，这一战我们赢定了。没错。可是，神明擂台没有这个规则吧？他们会答应这种条件吗？一定会的。裁判先生，我可以代表法兰西帝国答应江燕发起的终极对决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双方必须都选用女性神明参战。哦，什么？女性神明？我们大夏没有女神像啊，很可能神话中就没有女性神明。哪怕江哥认识大夏众神，也觉醒不了女性神明啊！哎呦，这还怎么打呀？可能神话中就没有女性神明，哪怕江哥认识大夏众神，也觉醒不了女性神明啊！无耻！终极对决根本没有这条规则，他们这是在耍赖！神明擂台不能答应，不能答应，不能答应！鉴于大夏已经连胜3场，神明擂台幕后的大人们经过商议，决定增加一条新的对决规则，即从现在开始，被挑战的国家有权提出一个合理的诉求。而哈恩斯先生提出女神对决女神的条件，被判定为合理。什么？临场改规则？这摆明了就是在针对我们大夏！该死，连神明擂台都没有公平可言吗？裁判先生，我大夏英灵殿内并无女性神明，我们不认可这条新规。神明擂台不该答应法兰西的条件。很抱歉，这是几位大人共同决定的。该死！不仅其他国家针对我们，连神明擂台都在偏袒外国，凭什么？我明白了。如果江燕一直连胜下去，其他国家都要成为大夏的奴隶国，到时候神明擂台就发挥不出作用了，所以他们才会想尽办法阻止。混蛋！神明擂台就发挥不出作用了，所以他们才会想尽办法阻止。混蛋！江燕先生，如果你同意哈恩斯先生的条件，终极对决即刻成立；如果不同意，则申请失败。大夏根本没有女性神明，这怎么打呀？江哥，算了吧，这场终极对决我们真的打不了。回来吧，江燕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，这就怂了。江燕，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？谁反对就要打服谁。你倒是同意我的条件，跟我们法兰西的神明来一场终极对决吧。就是，你刚才的嚣张劲呢？呀，别怂啊！混蛋！但凡我们有一位女性神明，你们也不敢这么嚣张。那谁让你们没有女性神明呢？啊？江燕，刚才给你脸你不要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们依旧反对东瀛和天竺成为大夏的奴隶国。你虽然连胜3场终极对决，但你们大夏也什么都得不到。哼，看来你们还是不服。哼，看来你们还是不服。既然这样，我答应你们的条件，以大夏女神明对战北欧女神明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他居然答应了！江哥，我们没有女性神明，你别冲动啊！他简直疯了！大夏根本没有女神，他难道要召唤一个低级守护灵去对抗死亡女神海拉吗？
简直是找死！强燕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狂妄，还是说你愚蠢。大夏没有女性神明，这一战你们输定了。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末日吧！谁说大夏没有女神明？别再痴心妄想了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你们大夏的英灵殿里连一尊女神像都没有。没有神像作为媒介，你如何觉醒？如何激活神明？无知！还要做什么？不对，他这是不对，他这是在沟通时间长河。天哪，他正在试图请神！请神？没有任何媒介，凭空将神明请来吗？江燕子，他能做到吗？后文明时代，众神早已不显于世，但他们却永远存在于时间长河之中。从盘古开天到黄亮节，再到帝洛时代，到乱古纪元、荒古纪元，最终来到后文明时代。纪元更迭，时代变迁，但神是不死不灭的。他们能够感知整条时间长河，无需媒介，只要有人说出他们的事迹，唤出他们的真名，他们就能横跨万古岁月，降临此世。这便是请神，能横跨万古岁月，降临此世。这便不可能！在这个文明断层的时代，能通过媒介激活神明已经极其困难。大夏更是神话断层，诸神的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中。江燕怎么可能从时间长河里精准无误地把想请的神明请来？那你看好了，这一战，我要请的大夏神明是史上最精彩绝艳的大地。史上第一个后天转化而成的混沌体，古来最有才情的女子，古今第一狠人，自创分天魔功，一剑荡平禁区，不为成仙，只为在红尘中等哥哥归来。狠人女帝楠楠。何人唤我真名？何人唤我真名？狠人女帝！江燕，他真的请神成功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上古某个时代的绝世人物，他这是跨越了整条时间长河，在与江哥对话。江哥竟然真的成功沟通了一位女性神明。史上最精彩绝艳的大地，我来最有才情的女子，古今第一狠人。谁还敢说我大夏没有女性神明？可是请神终究与通过石像觉醒神明不同，这位狠人女帝，她愿意为大夏出战吗？女帝，我今日唤你真名，是为了……无需多言，我的神识已经感知到了一切。那便请女帝君临此世，为大夏一战。我不会离开这个时代，我说过，我要在红尘中等哥哥回来。
什么情况？这位大夏神明似乎并不想降临在神明擂台。这么说，狠人女帝拒绝为大夏出战了？江燕，就算大夏有女性神明，又能如何？你费了这么大的劲请神，结果还不是一点用没有？你费了这么大的劲请神，结果还不是一点用没有？什么？狠人女帝不会为大夏出战吗？完了，该怎么办啊？我只说真身不至，却没说不会出手。后世之人，难得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。既然你唤我，我便为你出手一次。对方的神明在哪？让他出来，我只出一招。什么意思？真身不至，从无尽岁月之前出手，无视时间跨度，跟现在的对手交锋，这也行？该死！他完全不把我们的死亡之神放在眼里。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要出战的神眷者呢？该登场了。没想到真让他请神成功了，该死！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江燕请的这位恶人女帝气息太恐怖了，海拉真能是他的对手吗？事到如今还能怎么样？不让海拉大人出战，难不成就这样认输吗？让法兰西也成为大夏的奴隶国吗？我当然不想。其实你也不用担心，狠人女帝自己都说了，真身不会降临在神明擂台，而且只出一招。我不相信我们伟大的死亡女神连她一招都接不住。我不相信我们伟大的死亡女神连她一招都接不住。没错，而且这一招还横跨了时间长河。哪怕他神力无敌，但攻击从古代降临到现在，还能有几成威力啊？恐怕早就被时间长河冲刷磨灭了。好，出战还有可能赢，但认输就真的输了。佐拉公爵，哈恩斯先生，请您吩咐。你是海拉大人的神眷者，这场终极对决就由你出战，务必要为了国家赢下这场胜利。请您放心，在我们伟大的海拉女神面前，大夏神明不管谁来都不可能打赢。伟大的死亡女神，请您降临吧！裁判先生，快宣布对决开始吧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大夏落败了。江燕先生，在对决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女帝的攻击横跨时间长河，威力必将严重削减。你确定不尝试说服她降临现世吗？是啊，江哥。虽然我们大夏的神明战斗力都是众神中最顶尖的存在，但是横跨时间长河战斗会不会有点拖大了呀？要不还是稳妥一点，请狠人女帝来神明擂台。要不还是稳妥一点，请狠人女帝来神明擂台。何须女帝真身降临？哪怕她身在荒古，需承受着时间之力的消磨，她一样无敌世间。斩杀北欧这个所谓的死亡之神，也不过是弹指之间。这个该死的江燕，他竟然不把海拉大人放在眼里！狂妄，太狂妄了！在北欧众神里，就算是神王奥丁，也不敢说出这么狂妄的话。我倒要看看所谓的史上第一女帝怎么弹指之间杀死我。江燕，你最好祈祷他的神力真有你说的这么强大，否则你们大夏就输定了。既然双方都已准备好，第4场终极对决现在开始。海拉大人，大夏的神明有些邪门，您一定要接下狠人女帝一招。你是觉得本神连接他一招的资格都没有？不敢，不敢。江燕，
你大夏的神明怎么还不出手？该不会是见到我们海拉大人就怕了吧？怕，请女帝出手。一念花开，君临天下。请女帝出手。一念花开，君临天下。斩！好恐怖的神力，我的灵魂都在颤抖。怎么可能？这一击横跨时间长河，降临现世，为什么还有这么恐怖的威能？一念花开，君临天下，这不就是史上第一大帝的实力吗？太可怕了！怪不得狠人女帝这么自信，只出一招，在这种恐怖的神力之下，海拉绝对挡不住，会被当场斩杀。这不可能！海拉大人一定能抵挡住，他不会死的，因为他自己就是掌控死亡的神明。在众神国度阿斯加德中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预言：当一个名为海拉的孩子出现，他会毁灭天神，颠覆阿斯加德的统治。当一个名为海拉的孩子出现，他会毁灭天神，颠覆阿斯加德的统治。因此，当海拉诞生之后，便被众神之主奥丁放逐到冰冷黑暗海姆冥界。奥丁的本意是让海拉在无穷无尽的恐惧之中被亡魂彻底吞噬，从世间抹去。然而，神明就是神明，他生来就是死亡的主宰，又怎会被低级的亡灵杀死？从那天起，他逐渐在冥界站稳脚跟。他斩杀与他为敌的冥界旧神，征服了这片死亡国度。但海拉心里明白，自己所有的痛苦根源是奥丁。奥丁容不下他，他与奥丁之间必有一战。奥丁容不下他，他与奥丁之间必有一战。当末日之战降临，海拉杀进阿斯加德，动用所有神力与奥丁战至两败俱伤。为了维护阿斯加德最后的统治，奥丁不得不与他签订停战契约，将整个冥界划给他作为神国。从此，海拉便是冥界唯一的主宰，掌管世间的死亡、疾病与衰老。他的实力在北欧众神之中仅次于神王奥丁。海拉大人是能让奥丁顶头神明，他不会死，一定不会死。我是掌管死亡的神明，是统治海姆冥界的主宰。想杀我，这不可能！太可怕了！两位女性神明之间的战斗，威力丝毫不弱于之前的任何一场。狠人女帝只出一招，这一击落下就要分出胜负了。
看海拉爆发出来的神力，不会是北欧众神实力排名最前列的存在。狠人女帝能赢吗？